金老婆怕我婚后偷吃，竟在家里装满了针孔摄像头，而且还开了全程直播。然而我却浑然不知。那天当老婆刚出门，我就急忙发了一个语音消息：我老婆上班了，你可以过来了。这句话刚说完，直播间就炸锅了。我靠，真是个死渣男！明明有个这么好看的老婆，还要偷吃。此时正在路上的魏微微看着手机面若冰霜，我这是被偷塔了吗？自己就是有绝对的信心才敢开直播的，没想到我这么经不起考验。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我点开了语音信息，一个特别好听的女生传了出来。好的，我15分钟内到。这条语音信息也让直播间更热闹了，看来是真的。这女的挺急的呀，15分钟就到，真想看看这个女人长什么样。此刻魏微微也急了，恨不得立刻跑回家手撕绿茶女。见状，节目组导演安慰道：“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太担心。”魏微微神色冰冷地盯着直播画面，直播间内的粉丝看到神色冰冷的魏微微，纷纷发起弹幕安慰。魏微微像没看到一样，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画面中的我，她依然不敢相信我的胆子那么大，竟然敢将人叫到家里，就不怕她突然回家。就在这时，画面中的我突然拿起手机给魏微微打了个电话。魏微微神色冰冷，但还是调整了一下语气，像平时一样接起了电话：“老公有事吗？”“没事，就是看你安全到单位了没有。”魏微微听到我的话，脸色更加冰冷。放在以前她会很感动，可现在的魏微微面若寒冰。我此刻给她打电话不是关心她，而是防止她突然回家。魏微微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到公司了，马上要去开会，先不说了。”“好，到了就好。晚上我点了外卖，都是你爱吃的。”我笑着说道。没说两句就挂了电话。直播间内弹幕乱飞，我去，一看就是老手啊！这电话就是确认魏微微会不会突然回家吧？导播间内，小助理看着脸色冰冷的魏微微问道：“微微姐，平时她会这样给你打电话吗？”魏微微听后咬牙切齿地说：“1个月最少10次这种电话。”小助理听后顿时懵逼了，这么频繁？一旁的导演也懵逼了，他有6个肾吗？直播间直接炸裂了，一片渣男的弹幕到处乱飞，也有人说如果魏微微离婚了，他愿意接盘。这一切我当然一无所知。此刻我刚烧了一壶水，正在沙发上刷着手机，没多久门铃声响起，这门铃声让直播间内瞬间寂静。那个女人到了，导播间内的魏微微也攥紧了拳头，目光死死地盯着屏幕。我笑着打开了门：“快进来。”我拿着一双拖鞋放在了地上，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长发美女进到了屋内，女人弯腰换上了拖鞋，弯腰的姿势更加曼妙诱人，然后跟我一起坐在了沙发上。看到女人的面容，直播间内又飘起了弹幕：“卧槽，这女人太漂亮了，包臀裙，我的最爱啊！”导播间内的魏微微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苍白，这女孩25、6的样子，长得又这么漂亮，再联想我之前发的语音消息，她此刻已经断定了我出轨了。魏微微现在恨不得马上到家质问我。见状，一旁的导演赶紧安慰道：“微微你先别急，我们再看看到底什么情况。”魏微微不说话，眼神冰冷地盯着屏幕上的画面。屏幕中的女人不耐烦地看着我，我受够了，每次都这样，我什么时候能正大光明地找你？我笑着说道：“快了，1个月以后你就能正大光明地来了，我会跟魏微微坦白，到时候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我的话被直播间的粉丝听到后却又是另一个意思。卧槽，看来他是要跟魏微微离婚了呀！魏微微好可怜，魏微微别哭。导播间里的魏微微已经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这是要跟我离婚了吗？王八蛋！魏微微一边哭一边骂，一旁的导演递了一张纸巾：“微微你先别哭，既然他要跟你离婚，先想想财产分配的事情。”魏微微听不进去，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盯着画面。此时房间中的江月听到我的话有些惊讶：“真要跟你老婆摊牌？”我点了点头。江月是5年前通过他爷爷认识我，他只知道爷爷对我很尊敬，他也问过爷爷为什么那么尊敬我，可是他爷爷也没多说，只说我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江月诧异地问道：“我知道你曾经是全国高考状元，还是5道口大学的教授，你还有什么要跟你老婆摊牌的？跟我说说。”江月的话直接让直播间炸锅了，吹牛呢吧？高考状元当程序员，5道口大学的教授，太假了！这牛逼一点也不清新脱俗，全国高考状元，5道口大学教授，那可是全国最牛的大学呀！导播间内魏微微和导演也惊呆了，导演一脸懵逼地问魏微微：“微微，这是真的吗？”魏微微此刻也不哭了，她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紧接着便擦掉了脸上的泪水，摇头道：“不可能啊，我老公就是个普通人，他没说过高考状元的事情，而且5道口大学教授就更不可能了，这么多年我都没见过他去地读。”魏微微的话被直播间的粉丝听到，直播间顿时又飘起了一片弹幕，我就知道他是在吹牛，这男人肯定是个骗子，这都是他为了女人包装自己的谎话，就是他肯定是个感情骗子。一时间，直播间的粉丝纷纷开始了预言。此时，直播间的屏幕上，我笑着对江月说：“1个月以后你就知道了，现在还没到时候。”江月更加好奇了：“你到底还有什么身份？什么身份能让我爷爷这么尊敬你？什么身份还需要隐瞒自己的老婆？”江月心里虽然好奇到了顶点，但看我始终闭口不言的样子，最后还是咬咬牙说道：“行吧，那我就等到1个月后。”紧接着，江月又看着我轻笑道：“你说，你老婆要是知道你是全国高考状元，还是5道口大学的教授，会不会很吃惊啊？”闻言，我笑了笑道：“还好吧，比起我的真正身份，高考状元和教授简直就不值一提。”此时，直播间内的粉丝也提出了疑惑：“怎么感觉跟真的一样？要不谁查查？查高考状元还是很简单的。”一时间，很多粉丝开始上网查询。导播间内，节目组的导演也开始上网查询。过了3分钟，导演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资料，惊呼道：“是真的，他是2018年的全国高考状元。”资料直接放在了直播间。直播间的粉丝看着这份资料，卧槽，这尼玛卧槽，全国高考状元，我的妈，这太玄幻了吧！竟然真是全国高考状元，是真的，我也查过了。一旁魏微微也被震惊到，她呆呆地看着屏幕上的资料，竟然真的是全国高考状元。导演还在继续查我的资料，查到了在2018年记者采访我的视频。视频里记者问我成为全国高考状元是什么感受，我平静地回答：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一直是学霸，成绩上除了语文，其他科目一直都是满分。我的话让记者也一时语塞。此刻直播间的粉丝也看到了那个采访视频，我去，这家伙除了语文，其他科目竟然都是满分，牛波一啊！
服了，服了，这个没得喷，人家是真有实力。导播间里魏微微懵逼了，她看着我的资料和那段采访视频，结婚5年的老公竟然是全国高考状元，虽然懵逼，但也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一旁的导演此刻像个好奇宝宝，他看着魏微微问出了心里的疑惑。结婚5年了，他就从没说过以前是学霸的事。魏微微回忆了一下，脑子里没有半点印象。魏微微很肯定地对导演说，他从没说过他是高考状元的事情。导播间内的人听后都震惊了，全国高考状元，谁拿了这样的荣誉应该都会显摆显摆吧，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而他竟然只字不提。直播间的粉丝也在议论着，牛逼，要我是全国高考状元，我肯定会显摆，尤其谈恋爱的时候，让女朋友崇拜我，这特么的太低调了吧，我这么多年都不告诉魏微微，难不成我是个圣人，一点虚荣心都没有？或许就像那段采访视频说的那样，这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罢了。直播间的40万人大半都被我折服了，我不仅有真正的实力，而且还很低调，看不出半点虚荣心，这点就让人不得不佩服。直播间的粉丝忽然引到了另一个话题，全国高考状元的事已经实锤，谁能查查他是不是武道口大学的教授？对，谁查一下他是不是武道口大学的教授？我刚刚上网查了，想成为大学的教授，必须在学术界做出一定的贡献才行。他如果真是武道口大学的教授，那也太牛逼了。导播间内，导演这时说道：“我认识一个武道口大学的教授，我打个电话问问他。”直播间的粉丝都紧盯着导演，他们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武道口大学的教授。导演拨打了一个电话，过了几秒电话接通，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只听对方道：“大导演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导演很客气的说道：“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下你。”电话那头的中年男子爽快的说道：“什么事？只要我能帮得上忙就行。”导演说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听说你们学校有个教授叫徐泽，不知道您认不认识？”电话那头的中年男子说道：“我好像有点印象，稍等，我查一下。”“好的，麻烦您了。”随后电话里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键盘声。不过2分钟，中年男子说道：“查到了，确实有个教授叫徐泽，他是3年前成为教授的，看照片很年轻。”因为导演的通话开的是免提，直播间里的人听得一清二楚，竟然真的是武道口大学的教授。卧槽，我头发发麻，全国高考状元还是武道口大学的教授。直播间的粉丝都是满脸震惊，导播间里的魏微微也很震惊，感到难以置信，结婚3年的老公竟然是武道口大学的教授，要不要这么疯狂？魏微微这时对导演说道：“能不能让他发个照片？也许是重名呢？”不到1分钟，导演的手机响起了信息提示音，是一张现拍的资料照片，照片是徐泽，真的是他，全国高考状元实锤，武道口大学教授的身份也实锤，他到底是什么人？才28岁，不说都差点忘了，徐泽才28岁，28岁的大学教授，武道口大学，咱们龙国名气最高的学府。节目组的导演此刻也有些震惊，本以为这期节目或许很有趣，比如探索我有没有藏私房钱之类的，他从没想过这期节目探索的我竟然有这样的身份。一旁的魏微微此刻也很懵逼，他跟我结婚3年，本以为足够了解我，没想到我还有这样的身份，混蛋！魏微微咬牙切齿，心里暗骂，我可是他老婆，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待，可我呢，隐瞒了他这么重要的事情，有把他当老婆吗？还是说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看之前的情况，那女人想从我那里获得别的信息，但被我拒绝了，看起来好像有些身份不能公开。直播间内，你们忘了一些细节了，他好像还有别的身份，看起来好像不能说，你不说我还忘了，好像还真有别的身份。我来猜猜，世界首富。直播间的粉丝开始各种猜测，他们的胃口被彻底调动起来了，他们很想知道我到底还有什么身份。此时房间中，江月见我一脸淡然，无奈的道：“算了，不问了，问了你也不说，我就想知道1个月以后你的秘密我是不是都可以知道？”我轻轻点了点头，1个月后我不会有一丁点的保留。江月听后很期待的看着我，好，希望你隐瞒的身份不要让我失望。我饶有兴趣的看着江月，如果我的真实身份让你失望了呢？闻言，江月一脸严肃的看着我，那我就打你一顿。这就好像我跟我老公那个时，我刚提起兴趣，他就蔫了，我会直接把他踹出去。直播间的粉丝听到我们的对话，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这几个牛皮，什么话都敢说，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你老公不行了，哈哈哈。导播间里，魏微微听到我们的对话，脸色更冰冷了。从之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江月不是我的情人，但是孤男寡女在一起聊得这么开放，这让魏微微心里非常别扭。魏微微心里暗骂，都结婚了，就不知道要跟异性保持距离吗？你给我等着！此时屏幕中的江月看着我，我要吃午饭，起码4菜1汤，要国宴标准。我轻笑了一声，你哪次来我没给你做好吃的？江月听后心满意足的笑了，食材我订好了，一会就送来了。其实江月每次来找我主要是馋我的厨艺了，自从4年前他吃了一顿我做的饭，他就彻底迷上了我的厨艺。此时直播间里非常热闹，我去，听这意思许泽做饭很好吃啊，全国高考状元，武道口的教授，就连厨艺也这样牛掰，这要是我老公吵架我都得扇自己。导播间内，导演看着魏微微问道，你老公做饭很好吃吗？闻言冷脸的魏微微咬牙切齿道，从结完婚这混蛋就进过1次厨房，炒的菜跟咸菜一样，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让他进过厨房。魏微微的话让直播间更加热闹起来，哈哈，跟我一样，我从来没有透露过2级厨师的身份，现在我老婆天天做饭，一样啊老铁，可是我的厨师证前天被我老婆翻出来了，我还被揍了一顿，现在每天都是我做饭，我哭。魏微微看着弹幕气的脸色铁青，此许泽，谈恋爱的时候我什么都交给他了，没有半点隐瞒，可他却对我隐瞒了这么多。直播间的粉丝看到魏微微阴晴不定的脸色，纷纷调侃起来，看魏微微的眼神，许泽估计要倒霉了。此时粉丝们也对我的厨艺十分好奇，想要看看我的厨艺到底怎么样。过了没多久，门铃响起，是食材到了。我看了一眼江月，时间太短了，我就做几个简单的吧，开水白菜、文思豆腐、狮子头、东坡肉，可以。江月高兴的答应，虽然他很想吃更多的国宴菜，但现在明显时间不够，只能做一些不太繁琐的菜式。我拎着食材进了厨房，洗菜、
摘菜，随后开始做第一道菜文思豆腐。将一块内酯豆腐放在菜板上开始切丝。文思豆腐最考验的是刀工，需要切出几千条很细的豆腐丝。此刻直播间内更热闹了，这刀工牛掰呀！许泽看着真像大厨。导播间内，魏微微看着我在切菜，恨得牙痒痒。虽然她不是专业厨师，但是下厨多年，她从我的刀工就能看我的厨艺很好。一旁的助理见笑道：“现在你知道许泽会做饭了，他骗了你这么多年，你打算怎么收拾他？”闻言，魏微微板着脸道：“等节目结束了，我要让他做一辈子饭。”直播间的粉丝听到魏微微的话都笑了，哈哈，许泽惨了，可怜的许泽，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老婆知道。我在厨房忙活着，切好豆腐丝，开始切鸡肉丝。江月站在我身后看我忙碌着，就好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老规矩，10点半前我做好饭菜，11点半前你必须吃完离开。我老婆11点半就下班了。知道了，知道了，真啰嗦。江月不满地答道。粉丝们听完哈哈大笑，搞得跟偷人一样。这要是以别的方式被魏微微看到，魏微微肯定以为许泽偷人了。导播间内，魏微微听到我的话也被气笑了，这是害怕他突然回家，那他就整整我一会，等他把菜都做好，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回家。一旁的小助理脑补了一下画面，直接笑了出来，哈哈哈，那一定很有意思。此时的厨房里，江月看着我问道：“听爷爷说，国宴厨师长还跟你切磋过厨艺？厨师长说你厨艺胜他3分。”我一边忙活一边说：“是有这么回事，不过说我略胜3分，那是厨师长谦虚了，我跟他的水平应该是伯仲之间。那你也很厉害了。”江月崇拜地看着我，全国高考状元，5道口大学教授，再加上与国宴厨师长媲美的厨艺，这也太优秀了，主要是长得还这么帅。厨房内我一边忙活一边跟江月聊着天，时间很快就10点半了，几个菜我都做好了，看起来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指大动。我盛了碗米饭递给江月，赶紧吃，吃完赶紧走人。江月翻了翻白眼，你老婆又不回来，你怕什么？我喝口水淡淡的道，虽然我老婆中午不回来吃饭，但她有时候也会回来午休，你赶紧吃，吃完赶紧走。江月端着碗说，魏微微看到了也没什么吧，咱俩清清白白的。我瞥了他一眼道，那他也得信才行啊。此刻导播间内，魏微微拿起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我看着响铃的手机，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接起电话，尽量让语气显得很镇定。怎么了，老婆？魏微微咧着嘴角笑道，老公，公司停电了，我今天提前下班，10分钟以后我就到家了，你在家等我做饭吧。我听着电话整个人都慌了。好的好的，我等你回来。挂断电话，我紧张的看着大快朵颐的江月道，别吃了，魏微微几分钟就要回来了。什么？江月听后也瞬间慌了，要是魏微微看到他跟我单独在一起吃饭，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急忙从厨房拿来几个饭盒，把所有的菜装上，拿着，快走。江月慌乱的接过饭盒，火速换鞋离开，而我则立即把碗筷收了起来，随后还把窗户打开通风。3分钟洗完碗筷，忙完这一通，我气喘吁吁的坐在了沙发上，看了下时间，我松了一口气，还好来得及，好险啊！此刻直播间里，无数粉丝都笑喷了，导播间里的魏微微和导演也觉得很好笑，尤其魏微微笑得花枝乱颤，有种报复后的快感。可是这还不够，魏微微又拿起了手机，下一秒看到魏微微的来电，我不由得感到疑惑，怎么了，老婆？魏微微叹气道，哎呀，老公，公司又来电了，老板让我回去上班。我听后心头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但还是要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好啊，我知道了。闻言，魏微微憋笑道，中午你一个人吃吧，我挂了呀。挂了电话的魏微微开心的挥舞了2下手臂，直播间的观众也彻底笑喷了。许泽现在一定很蛋疼吧？哈哈哈，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菜还没吃就没了，哈哈。导播间内，魏微微现在很开心，我背着她带别的女人回家，虽然清清白白，但她心里还是很生气。现在整了我，心里的气也撒了一半。节目组的导演也很开心，这期节目的效果出乎意料，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了50万。导演笑着对魏微微说，这才第1天就发现了你老公这么多秘密，看今天的情况，你老公还有秘密，应该这几天就能发现。魏微微听完也好奇起来，她老公还隐瞒着什么？竟然连江月也不知道。高考状元和教授身份可以用他不在乎解释，厨艺大师是怕天天做饭，可隐瞒别的又会是因为什么呢？不仅魏微微和导演在猜测，直播间无数的粉丝也在猜测，他到底隐瞒了什么身份，又为什么要隐瞒？此刻众人纷纷猜测我是不是还有其他身份。只见直播画面里的我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开着免提放在了桌子上，电话接通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许教授，有什么事您请吩咐。我听后一笑，你好歹也是个董事长，我能吩咐你什么？中年男人语气很恭敬，不能这么说，您可是真正的教授，公司能有今天全是靠您的支持。闻言我无奈的笑道，不说这个，老规矩，你跟我聊聊天，然后给我转10万块。中年男人好奇的问道，许教授，你明明很有钱，为什么不告诉你老婆呢？我没有回答他，而是微微一笑说道，1个月后我会跟我老婆坦白，到时候咱们就不用假聊天了。中年男子听后笑道，要是你老婆知道你有多少钱，估计会被惊掉下巴。我们俩人聊了会儿便挂了电话，而直播间又炸锅了，弹幕乱飞。卧槽，看来许泽隐藏的身份要出现了。刚刚电话里的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而且对许泽这么尊敬，许泽好像很有钱啊，有钱为什么要瞒着老婆呢？导播间里的导演都懵了，本以为接下来的情节可能没有开局那么有趣，结果却放出了个炸弹。小助理看着魏微微好奇的问道，微微姐，你看过许泽银行卡的余额吗？魏微微无奈的摇摇头，此刻她也是懵的，她这5年没上过班，偶尔外出也只有几天，她应该没多少钱呀。这时直播间有人发弹幕，许泽父母是做什么的？他是不是富二代？魏微微看到弹幕回道，我公婆就开了个小超市，都10几年了，所以我老公不可能是富二代。魏微微的话
话引得粉丝们朝别的方向去想，不会是违法所得吧？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瞒着自己老婆？说不定就是这钱来路不正。魏微微看着弹幕，脸色苍白了几分。一旁的小助理见状连忙安慰道：“别听他们瞎说，他们也只是猜测。”一旁的导演也说道：“我跟突然想法一样，许泽的钱应该是从那个公司赚的。”此时直播画面内，我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忽然手机响了起来，张叔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张叔笑道：“许泽呀，好久没见到你了，明天找你喝点小酒。”我哈哈一笑：“张叔，你想吃我做的饭就直说，哈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聊了好几分钟才挂了电话。另一边，江南市景安局局长办公室里，局长张建国嘴角一抹淡笑，探索另一半有趣的节目。此刻直播间的粉丝又发起了弹幕，明天有人要拜访许泽，还称呼对方张叔，会不会像那个女人一样，又曝光许泽其他身份吧？魏微微看到弹幕回忆了一下，说道：“我没听过什么张叔呀。”一旁的小助理有些无语了：“许泽认识的人你知道几个？”魏微微想了想，说道：“也见过一些。前年他同学聚会，我见过他的20几个同学，不过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样子。”小助理一拍额头：“那他的朋友呢？你认识几个？”魏微微肯定的道：“一个，不过那人现在在国外。”魏微微说完，脸色冷了许多。之前的那个女人江月，还有刚刚通电话的张叔，自己竟一个都不认识，而且他们似乎跟许泽很熟悉。此刻，直播间的观众又发起了弹幕：“魏微微，你好可怜啊！你老公什么都瞒着你，他的身份和过去，还有他认识的人，你一概不知。”魏微微看着弹幕，心里也有些委屈，自己可是许泽的老婆，自己对他都交心了，可他却什么都瞒着自己。时间很快来到了下班时间，魏微微跟导演打过招呼后，便直接开车回家了。小助理关闭直播后犹豫了一下，看着导演说道：“导演，节目在直播中容易侵犯他人隐私，比如之前吃饭那个女的，我们也录了进去。若对方起诉的话。”导演听后却笑道：“放心，这些问题节目组早就想过，会处理好的。”小助理轻轻点头，也没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我边吃饭边向魏微微问道：“你中午回不回来吃？”闻言，魏微微顿时无语了。她早就想到了我会这么问，若她中午回家吃，那么那个张叔就不会来家里。想起这些年每隔几天就会被问到这个问题，魏微微就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是神色平静的回道：“中午不回来了。”此刻直播间里已经有无数粉丝蹲守，奇怪了，这有什么好隐瞒的？是啊，正常朋友来家里没什么好隐瞒的吧？粉丝们都很费解。直播画面里，我正打着电话：“张叔，您几点到？”张建国笑道：“差不多10点吧，我还有点事要处理。”行。不着急，聊了几句后，我就去准备食材了。直到9点半，张建国忙完了才开车出发。昨天在得到上级的指示后，他调查了探索另一半节目组，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而且为了增加许泽的神秘感，上级特意让自己在直播间亮。张局长猜测上级是想通过娱乐方式曝光许泽的身份，这样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可他们怎么知道探索另一半节目组探索的是许泽？好像许泽并不知道自己被全程直播呀。至于他老婆魏微微，那更是什么都不知道。难道上级对许泽实施了24小时保护？这么一想又有点不太现实。到达目的地后，张建国瞥了一眼楼下的黑色导播车，便匆匆地向楼上走去。没过多久，张建国便出现在直播画面中。最近太忙了，很久没能来蹭饭了。等我哪天退休了，不再是景安局长了，我天天来蹭饭。此言一出，直播间顿时炸了，弹幕不断飞起。景安局局长这个张叔的身份让导播间内的导演吓了一身冷汗。没有经过同意就直播属于违法。节目组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事情，他们原本打算用钱来解决，可现在这情况是用钱能解决的。此刻直播间的弹幕漫天飞舞，完了，这节目怕是要停播吧？导演看着弹幕，又看了看直播画面里的张叔，他有些慌了，怎么办？是停播还是继续？停播损失太大了，可若是不停播，犹豫一会，导演咬牙道：“继续，后果我来承担。”这个张叔也未必是真的景安局局长。直播间的粉丝听到导演的话，纷纷说道：“想知道张叔的身份很简单啊，这种位置上的人，信息都是公开的，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对，我现在就去搜搜。导演也立即上网搜索，一下就找到了，上面还有照片。导演看着直播画面里的张叔，又看看网上张建国的照片，顿时脸色苍白了几分。卧槽，这张叔是真的！此时导演心中一顿发苦，不是说许泽就是个程序员吗？怎么认识这个大佬呢？魏微微更是全程懵逼，她老公怎么会认识这尊大神，而且还隐瞒着她？魏微微同时也感到很费解，她的老公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此刻直播画面，我已经将做好的菜端上了桌。张叔，以后你想吃我的饭，估计要到帝都了。张建国吃得正高兴，听到我的话愣了一下。为什么？我轻笑道：“我打算搬到帝都了，不过每年也会回来看看。”张建国不解地问道：“好好的搬到帝都干嘛？咱们这里不是挺好的？”我笑道：“是挺好的，但也没多说什么。”其实张建国对我的详细身份也不清楚，等下个月我的身份公开后，大概率是要搬到帝都的，主要是我手中所掌握的东西让太多国家眼馋了，我若是继续待在江南市，家人都会有危险。此刻直播间里的弹幕又飘了起来，许泽下个月要搬到帝都，帝都寸土寸金，想买个大些的房子，估计得上千万吧。导播间内的小助理不禁好奇问道：“微微姐，你们要去帝都生活呀？”魏微微还处于懵逼状态，什么都不知道，这还是她的老公吗？自从节目开始后，她发现对这个老公越来越陌生。此刻直播间里，张建国品尝着美味佳肴，你做的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那些大饭店都比不上你。要是去当厨师，一个月起码5万以上。我笑笑道：“当厨师太累了，我想多陪陪老婆。这5年我很享受跟魏微微在一起的日子，如今身份马上公开了，我就要投入到工作中了。”张建国边吃边笑道：“你老婆对你的过去一无所知吧？”我点了点头，我隐瞒得很好，主要是魏微微有点恋爱脑，无条件的信任我。张建国笑道：“要是魏微微知道你是全国高考状元，又是5道口大学荣誉教授，会不会大吃一惊？”我笑道：“还好吧，这2个头衔一般般。”张建国无语了，这2个头衔还一般，
不过比起另一个身份确实挺一般的。突然张建国想起了什么，你打算瞒你老婆一辈子？我摇摇头说道，下个月我会都告诉她。张建国有些不确定地问道，那件事也要告诉他吗？我点点头。张建国眼里浮现了一丝不解，4年前他签了一份保密协议，内容就是不准他泄露面前年轻人的身份。当时他还很费解，这身份需要隐瞒吗？吃好饭后，张建国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徐小子，我们认识有10年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别不好意思开口啊。等张叔离开后，直播间又热闹了起来。原来张局认识许泽是因为他是全国状元，不过听刚刚的话，张局明显知道许泽的另一个身份，本以为他会说出来，我这该死的好奇心啊！此时导播车里的导演正在纠结要不要拦住张建国，跟对方坦白道歉。不纠结了一阵后，还是拿起手机打给投资商，节目遇到了麻烦。然而导演话没说完，就被电话那头打断了。我知道，做好你的事就行，其他的我来解决。挂了电话后，导演松了口气。此刻，导播间里的魏微微盯着直播画面，越看越迷茫。画面里我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我感觉有些无聊，可出去玩的话，没有老婆陪着也没啥意思。再加上因为身份的缘故，有一群人在24小时的暗中保护，总感觉有些不自在。想了想，我还是觉得在家待着比较好。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我立刻接了起来。姜老，电话那头的姜老笑着道，我孙女说你那风景宜人，我准备明天去逛逛，先去你那喝2杯。我听后无奈一笑，心想又来一个蹭饭的。挂断电话，直播间的网友不断的发着弹幕，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不过许泽说要去机场接人，会不会又是大佬？怎么可能都是大佬？都是大佬未免太玄幻了。导播间里的魏微微又有些迷茫，又有人要到家里吗？次日清晨，经过一番同样的问答后，魏微微黑着脸走出家门。进了电梯的魏微微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虽然早就预料到我不会说今天有人来访的事情，但她还是有些难受。上午10点，江南机场中，一位身着唐装、精气神十足的老人出现在大厅中，随行的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旁边一位是中年男子爷爷张叔。这时，一道高挑的身影朝着2人跑了过来。老人看到那身影，不由笑道：“在江南市待了快5天了吧？这几天又去许泽那蹭饭了吧？”高挑身影听后很无语，哪有，就去蹭过一次饭，而且他老婆突然要回家，我下的饭都没吃，拎着打包盒跑了。江月想起那天就觉得很无语，搞得跟偷情一样。老人听后哈哈大笑，走吧，去许泽家，他现在估计在厨房忙着呢。江月听后更无语了，爷爷你怎么不早说呀？我都订好饭店了，我闺蜜还在那等着呢。江老愣了一下，想了想道，那你跟你闺蜜去吃吧。江月听后郁闷的想吐血，那先把你跟张叔送到许泽家吧。半个小时后，江月把爷爷还有张叔送到了我家的楼下后便的一台。此刻直播间的粉丝正无聊的刷着屏，客人呢？怎么还没来？等的花都谢了，一直看着许泽做菜，他们就想知道今天来拜访的人是谁，可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小助理看到弹幕笑道，大家再等等，马上到11点了，应该快到了。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他们听到了直播画面的敲门声，紧接着就见我从厨房里走出。直播间的粉丝瞬间精神了，卧槽，我早上8点就守着，终于到了。导播间里的众人也瞬间精神了，大家专心的盯着直播画面。只见2人慢慢出现在直播画面中，唐装老者一看就很不凡的感觉，而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看着也不像是个普通人。许教授好久不见。张玉看到我后神色拘谨，直播间的粉丝看到这一幕吐槽起来，这男人看起来像是个成功人士，面对许泽把姿态放得有些低了吧。导播间里，小助理看着中年男子总觉得有些眼熟，但就想不起来。魏微微好奇地盯着画面，总感觉这中年男子面对老公有种下属面对上司的感觉。我见张玉这副姿态有些无奈，你别这样，你比我大了20岁，又是管理几万人的董事长，怎么老是这样？直播间弹幕直接炸了，卧槽，这男的是管理几万人的董事长，这公司多大呀？小助理一脸懵，什么教授能让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弯腰？至于魏微微更懵，她只知道老公有些神秘，但亲眼看到一位董事长向我弯腰，她的心还是受到了冲击。直播画面里，张玉神色还是很拘谨，他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复杂，在他的心里，我不仅仅是他佩服的人，也是他全家的恩人。4年前，女儿得了癌症，医生说他女儿活不过的1年。作为一个父亲，他看着自己女儿生病却束手无策，他当时心急如焚。就在这时，他得到了一个让他看到了希望的消息，说有个医学实验需要找100个患者试药，这实验针对的就是癌症患者。于是他便带着女儿参加了。后经过药物治疗后，他女儿的病奇迹般的好了，癌细胞在半个月内彻底清理。后来得知攻克癌症的人叫许泽，并且癌症药物批量生产也在他的公司进行。从那之后，他就跟我打上交道了。张玉严肃地看着我说道：“许教授，谢谢你救了我女儿。”我很无奈道：“每次见面你都要谢我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观众唏嘘不已，原来这男人对许泽放低姿态，是因为许泽救了他女儿。张玉看着我神色认真的道：“许教授，当初要不是您攻克了癌症，我女儿可能3年前就走了。您救了我女儿，您是我全家的恩人。”张玉的话瞬间点燃了直播间。攻克了癌症，真的假的？4年半前许泽才多大？粉丝们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只记得4年前公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癌症被攻克了，并且是所有的癌症。当年公布了消息后，整个世界都震惊了，华夏人更多的是高兴跟骄傲，因为攻克癌症的是华夏人。唯一遗憾的是，并没有公开攻克癌症的人具体是谁，而现在告诉他们攻克癌症的人是许泽，太让人难以置信了。魏微微一脸懵，她老公攻克了癌症，她怎么不知道？尤其是她跟我结婚了5年，虽然我外出过几次，可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哪有时间研究癌症？总不可能在家里研究吧？直播间弹幕还在飞，网友质疑是不是节目组故意营造的效果。
导演拍着胸脯保证：“大家放心，我们绝对没有请一个演员，我们节目组就算再厉害，也不至于把景安局局长请来，太高看我了。”粉丝听到导演的话不由思索，导演说的也有道理，那现在怎么证明癌症是被许泽攻克？我听着张玉的话无奈道：“我是科研工作者，那是我的工作。”张玉依然认真地说：“不管怎么样，您都是我的恩人。”我挥了挥手，不说这个了，坐下聊。我泡了2杯茶水递给两人，笑道：“姜老，您老打算玩几天？”老者抿了口茶水，无奈一笑道：“顶多玩个3天。我现在毕竟还是武道口大学的校长，等退休了，我想到哪玩就到哪玩。”此时直播间彻底的安静了，众人都未从老者的话中反应过来。导播间中的导演也被震惊了，同时不禁胆战起来。如果这真是武道口的校长，那自己妥妥的要凉了呀！没经过武道口大学校长的同意就直播了对方，却这下一秒导演风一般的跑到电脑前敲起了键盘。不只是导演，无数的粉丝也在查询，这信息是完全公开的，比较容易查到。不过半分钟，粉丝看着查到的资料，感到头皮发麻。是真的，这老者真是武道口大学的校长。小助理看着查到的资料也震惊了，他从没想过竟能直播到这种大佬。魏微微下意识的捂住了嘴，武道口大学的校长竟跟她老公这么熟。导演的心情跟其他人不一样，他除了震惊更多的是害怕。张叔就把他给吓到了，今天的老者把他吓得魂都快飞了。导演赶忙打电话给投资商，导演结结巴巴的颤抖啊，武道口大学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我知道，继续直播。我一直盯着直播间。导演听后松了口气，但还是有些不确定的说，对方可是武道口大学校长，真没事吗？对方平静的道，我说了没事就是没事，你不用管那么多。好的好的。导演颤抖的挂断电话，同时心里很疑惑，投资商的本事有这么大吗？此刻直播间的弹幕，我感觉癌症可能真是被许泽攻克的。你们想想这几天的直播，到访的人好像都知道许泽另一重身份，这老者的身份已经实锤，应该也能侧面实锤是许泽攻克了癌症。此刻直播间画面，我们边吃边闲聊着。这时张玉站了起来，举起酒杯看着我，许教授，再次谢谢你救了我女儿，我敬你一杯。我有些无奈的站了起来，跟张玉碰了一杯。我也举杯对张玉道，这几年我也没少麻烦你，一直让你跟我合起伙来骗我老婆。张玉听后笑起来。直播间的粉丝听到我跟张玉的对话，一个个不由想起之前我跟一个神秘董事长微信聊天，原来那个人就是这中年男子，牛逼，哈哈。魏微微被骗得好惨啊！导播间里的魏微微此刻一阵懵，原来这几年老公就是跟这个董事长聊天骗了她5年。此刻直播间里，我看着张玉问道，你跟姜老都在江南市玩3天？张玉听后轻摇头说道，我明天下午就回去，公司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等哪天辞掉东夏集团的董事长后，我就可以常来陪你了。张玉的话引来了粉丝的好奇，之前姜老的身份已经曝光，张玉的身份还没有曝光。此刻一个个上网查询东夏集团董事长，导演也立即上网查询，一边敲动键盘，心里一边胆战心惊，祈祷别又是个大佬。30秒后，导演的脸色一片煞白。东夏药业集团董事长名叫张玉，资料上还有关于张玉的照片。导演浑身颤抖，这又是大佬级别的人物，他怎么那么倒霉？弄个探索节目，结果遇到的大佬都是他惹不起的。他都想打电话给投资商，不过想到投资商的老总一直盯着直播间，若是要停播肯定会给他打电话，他这才稍安心。一旁的小助理跟魏微微也看着网上的资料，两人都是十分震惊。来拜访许泽的都是大人物。小助理说道，东夏药业所生产的癌症药物正是4年前公开的癌症药物。直播间的粉丝也发现了，一个个的心里狠狠震荡了一下，这意味着癌症就是被许泽攻克的。服了，许泽，我是真服了。4年前癌症被攻克，那个时候许泽才24岁，了不起啊！粉丝们纷纷惊叹，魏微微此刻也很震惊，她老公原来这么厉害。直播间画面，我们3人接着闲聊着，姜老看着我，眼里满是欣赏之色，嘴上夸赞道，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回遇到你这么厉害的年轻人，24岁就已经攻克了癌症，像你这种年纪一心搞科研的不多了。我轻摇头道，人各有志，每个人的理想不同，有人想赚大钱，有人想出名，还有的人想过平凡的日子。在科研所像我一样大的一心搞科研的也有一些。姜老点点头，随后好奇问道，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微微一笑，神色变得严肃，语气也坚定起来，我的理想很简单，我要让人人都看得起病，我要让人类不再被病魔折磨，我要让……我的最后一句话没有完全说出来，说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后面的话不能对姜老跟张玉说，他们也只是知道我攻克了癌症而已，其他的科研成果并不知情，在没有得到上级允许之前，我半个字都不能透露。姜老跟张玉听到我的话，面色变得严肃，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敬畏。这年代能有多少人的理想是为了人人能看得起病，是为了人类不再受病痛折磨而努力奋斗？一瞬间，我在他们的心里变得伟大起来。想想那些资本家搞科研研制药物，都是为了赚钱，甚至有的资本家更加可恶，明明能研制出快速治愈疾病的药物，偏偏选择那种服药时间长、效果又缓慢的药物，资本都是为了钱。此刻的直播间在线人数已经70万了，他们听到我说的话，心里肃然起敬，发自内心的敬意。其中一些无脑追星的观众，此刻他们感觉以前的自己太过脑残，为什么以前追的都是明星，像许泽这种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才是他们应该要追的。导播间内小助理也心神震动，他看向魏微微道，微微姐，你可要好好对待许教授，让教授能安心工作。闻言导演也点忙头道，对，像许教授这样的人更需要一个贤妻良母，这样能更好的照顾许教授。直播间的粉
丝们听到导演和小助理的话，也纷纷发起弹幕：喂喂喂，许教授工作为的是天下苍生，辛苦你好好照顾他，辛苦了喂喂喂。喂喂喂看着弹幕无语了，他本来想着今晚好好伺候神秘老公的，可现在所有人都这样说，反而感觉怪怪的。喂喂喂看着眼前的弹幕笑道：大家放心，你们不说我也会好好照顾老公的。直播间内也纷纷发起弹幕回应：这就好，我们很放心你的。喂喂喂，我教你怎么伺候许教授，你买几套有情调的衣服，像什么护士、总裁、仙女什么的，哈哈哈。楼上的你真下流，不过我喜欢。在无数粉丝盯着直播间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在悄悄拨打电话。布鲁斯，我知道攻克癌症的是谁了。电话那头的外国男人听后急忙道：是谁？打电话的男子嘴角上扬，50万打到我的账户，我马上告诉你。布鲁斯听后悠悠道：可以，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否则后果你知道的。男人呵呵一笑，放心，绝对真实。没过1分钟，男人的手机收到了到账提醒，随即男人对着电话轻笑道：他叫许泽，今年28岁，现住在苏省东南市。你用短视频软件搜一下探索另一半节目，你看一下直播就知道了。布鲁斯听后语气瞬间冰冷，28岁，你当我是白痴吗？28岁的人能攻克癌症？布鲁斯觉得自己被骗了。那网友语气平淡，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自己去看。随后便挂断了电话。直播间内70万粉丝纷纷致敬，许教授是龙国之幸，龙国百姓之幸，许教授威武。可是在无数粉丝激动的同时，一些隐藏在暗中的境外组织联络人纷纷打起了电话。不久之后，一道道命令从全球各地发出。然而郑和姜老还有张玉畅饮的我对此却全然不知。酒过3巡，姜老和张玉有些醉了，之前一口闷的白酒，此刻酒精已经上来了。见二人有些上头，我急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了3粒药，分给姜老和张玉一人1粒。这是什么药？二人惊奇地看着我道，我笑道：这是醒酒胶囊，能在半小时内消除人体内的酒精。闻言，姜老和张玉震惊地看着我，你是说吃了这药半小时能彻底醒酒？我点点头，差不多吧。卧槽！二人神色一震，竟然有效果这么强劲的醒酒药。直播间内又是弹幕飞起，这药牛掰的药，求这种药！我在夜场工作，每天都喝到吐。导播间内，小助理和导演也是两眼放光，这药牛掰的醒酒药，两人的应酬很多，经常需要喝酒，如果有了这醒酒药，那岂不是可以随便喝了？一时间，所有人都想知道这胶囊哪里有的卖。姜老震惊地看着我，有些不确定地问道：这醒酒药是你研制的？我点头笑道：没事的时候琢磨出来的玩意。卧槽！张玉和姜老这种身份的人，平日是不会说出这类字的，但此刻只能用这2个字表达他们心中的震撼。直播间的粉丝们也无语了，没事琢磨出来的小玩意，这要是批量生产，不知道多少人会疯抢，这能赚多少钱？许教授牛掰！直播间的粉丝们里有几个药企的老板，听到醒酒胶囊的强大效果，一个个都开始动起了心思，要是能把配方拿到手，这得赚多少钱啊！导播间内，小助理激动地问道：薇薇姐，能不能卖我几颗？魏薇薇此刻也懵了，她老公不仅攻克了癌症，而且没事的时候还能琢磨出醒酒药，好像还很轻松的样子。她很清楚这类药一旦上架，那销量绝对很高。薇薇姐，小助理见魏薇薇走神，不禁又叫了一声。魏薇薇听后才回过神，我回家找找，要是还有，我明早给你带过来。一旁的导演也腼腆地说道，我也想要几粒。魏薇薇笑道，行，我晚上回家找找。直播间的又开始飞起了弹幕，我也要，我也要。魏薇薇看着弹幕，无奈地摊手道：“我也没办法，我估计家里也不会有很多。”直播间观众听后随即强烈要求起来，强烈建议醒酒胶囊上市。对，建议早点上市，绝对造福人类。这种药医院也很需要，有的人快喝死了，要是服用醒酒胶囊，救活的概率很大。魏薇薇看着弹幕道：“这个得我老公同意，而且节目还在进行，月底才会结束。我老公还不知道直播的事，等下个月我跟他提一下。”直播间的观众听到魏薇薇的话都好奇起来。话说许教授攻克癌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了，估计过不了2天，许教授也会知道自己被全程直播了吧？导播间内，导演看着弹幕笑道：“短时间内许教授不会知道直播的事情，我们直播间屏蔽了同城网友，也就是说本市的网友暂时看不到我们的直播。”直播间内立刻有人问道：“那如果浏览器弹出了新闻，或者电视新闻被许教授看到呢？”导演看到这条弹幕，心头不禁一怔：“是啊。”攻克癌症的人被曝光，这么大的事一定会上电视。若是上了电视，可就瞒不过去了，那这期节目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不过转念一想，毕竟都已经探索到这妖牛的身份了，估计也没什么可曝光的了。想到这，导演笑道：“如果许教授发现了，那也意味着我们的第1期节目圆满结束了。”此刻直播画面里，我听到姜老和张玉的卧槽，不仅懵了，地位堂堂的2人竟然会说卧槽。先吃药，我给2人倒了杯水。10分钟后，姜老震惊的道：“我觉得我已经清醒了很多。”我也是。张玉点头。姜老看着我竖起了大拇指：“许教授，你是这个。”我心头尴尬的一批，这醒酒胶囊与癌症药物相比不值一提。张玉看着我问道：“许教授，您有没有打算把醒酒胶囊批量生产？”闻言我点点头，可以批量生产，这种药物用到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不过具体合作等下个月再说。张玉高兴地回道：“好的好的，不着急，听您安排。”直播间的粉丝们听到醒酒胶囊将要批量生产，一个个也不禁欣喜起来。夜场的小姐姐兴奋道：“终于不用每天喝到吐了，我是做生意的，应酬太多，有一次喝的胃穿孔了，差点嘎了。等醒酒胶囊上市，我一次买100盒。”直播间画面里，我跟姜老和张玉还在闲聊，直到下午1点，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看了眼就接了起来：“沈董，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那头的沈董笑道：“许教授，我刚下飞机，正好到你这里办点公事，我想明天拜访下你，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我听后无语了，这几天什么情况？怎么每天都来客人？现在又来个西湖药业的董事长，我还要每天做饭。不过没办法，远来是客，我也只能无奈回道：“方便。”
你来吧，正好姜老和张董也在。电话那头听后有些疑惑道：姜老、张董。我轻笑，姜老是武道口大学的校长，张董你应该认识，东夏药业的董事长。闻言，电话那头的沈晓惊讶道：张玉也在您那？那我明天上午去拜访您。挂断电话，张玉好奇地问道：谁打来的？我无奈地笑道：你的同行，沈晓，你应该认识吧？张玉听后轻笑起来：是他呀，我们是老相识了。下一秒，张玉见我无奈的表情，随即问道：许教授怎么了？也没事，就是我跟我老婆结婚后一直骗她说我不会做饭，可没想到这几天不停地做饭。张玉听后立即道：要不我们明天去酒店，这样你也不用累着。算了，我摆摆手，来者是客，我怎么也得好好招待一下。酒店的饭菜毕竟也没有我做的好吃，这样在家聊聊天吹吹牛也挺好。闻言，姜老哈哈笑道：那我老头子明天又有口福了。我们一直聊到下午5点，姜老和张玉都知道魏微微快下班了，才匆忙离去。我坐在沙发上，慢慢品尝着姜老送来的大红袍。这时手机又响了起来，我看了眼备注，李院长。接起电话后，我直奔主题：李院长，是有什么事吗？电话那头的李院长也轻笑道：许教授，正式通知你一件事，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我听后神色凝重了几分。什么通知？电话中的李院长神色严肃了些许。我得到上级通知，下月初在公开你身份的同时，你的最新科研成果也将被公开。直播间内弹幕又开始多了起来。许教授在跟谁通电话？许教授怎么这么严肃的表情？听不到对方说什么，好着急啊！本来感觉许教授的身份已经全部曝光了，怎么感觉好像还没有呢？应该没别的身份了吧？许教授再厉害，可年龄摆在这样，其实直播间的粉丝们都觉得不会再有隐藏马甲了。毕竟目前暴露的身份已经够牛的了。继续看直播也只是想看看魏微微今晚回家是怎么伺候我的，想看看她会不会买有情调的衣服。导播间内的魏微微都已经想好今晚怎么服侍老公了，迫不及待的想快点回家。她现在对自己的老公有种想膜拜的冲动，可惜还没到5点半。魏微微觉得时间过得好慢，每一秒都是煎熬。直播间的粉丝们好像看出魏微微的急切，一个个都调侃了起来：魏微微，看你的样子，好像迫不及待想回家呀！哈哈哈！魏微微现在是不是特别崇拜许教授？是不是兴致很高？魏微微看着弹幕不由得咳了咳，努力让表情更自然些。你们想多了，我只是在想回家多做几个菜而已。直播间的粉丝们才不信，魏微微想早点回家，8成是想许教授了。此刻直播画面里，我正坐在沙发上，一边品茶一边看着手机。我总觉得怪怪的，感觉家里好像少了什么。我眉头微皱，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家里到底少了什么呢？我皱眉喝了口茶，然而刚咽下肚却脸色一变。我的妈呀，完蛋了！孩子，我猛地放下茶杯站了起来。我每天3点半的时候就会去幼儿园接闺女，现在都5点多了。我赶忙拿起手机就要给老师打电话，这时我才看到老婆魏微微给我发的消息，今天外婆去接闺女，闺女今晚住在外婆家。见状我才长舒了一口气，赶紧给魏微微回了个消息。此时直播间的粉丝们见我神色大变，好像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随后又看到我拿起手机，像是想急切的联系谁。粉丝们一阵好奇，这几天观察下来，许泽的情绪非常稳定，怎么现在突然这么失态？许教授出了什么事？在给谁发信息？看起来像是出大事了。魏微微这时也收到我的信息了，她感觉很无语。其实她早就知道我会忘记接闺女，还好她下午提前联系了外婆，让外婆下午接孩子回去。她原本想今晚好好伺候老公的，有孩子在，有点放不开手脚。魏微微这时看了一眼弹幕，解释道：许泽是给我发的信息，因为他忘了接孩子放学了。直播间的观众顿时哈哈大笑，哈哈哈，这闺女是亲生的吗？孩子现在在哪？应该给老师打个电话吧。魏微微轻笑道：孩子被我爸妈接走了，今晚住在姥姥家。然而粉丝们听后反应更大，我懂，哈哈哈，秒懂。看来今晚要有腥风血雨了。魏微微看着粉丝们在打趣她，出奇的没有脸红，只是转身对导演说道：等会我到家后就把摄像头屏蔽了哈。导演轻笑：行啊。小助理这时也露出了我懂的眼神。下午5点40，见老婆回来，我赶紧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外公外婆想孙女了。魏微微没有回答我，只是咯咯一笑，随后在包里的手便按下了屏蔽器，直播画面立刻消失了。粉丝们一个个吐槽起来：这就没了？是觉得我没钱看后面的内容吗？我可以充钱。见状，直播间的小助理打趣道：好啦，大家散了吧，直播1天了，大家都累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随后直播间也关闭了。此刻魏微微紧紧地抱住了我，我立刻感到不妙，好像明白了为什么丈母娘要接走孩子。老公，我想了。魏微微语气轻柔，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浓烈的爱意。发生什么事了？我感到莫名其妙。魏微微没有回应，而是直接亲了过来。下面的内容读者老爷们不喜欢看，作者替你们看了。直到晚上7点，我才从床上爬了起来。魏微微心情不错，老公你先歇会，我去做饭。而我则坐在沙发上一头雾水。老婆今天怎么了？像一头饿狼一样。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后，魏微微亲了我一口道：老公，我去上班了。我摸了摸她的头，笑道：去吧，我会想你的。关上门后，我扶腰坐到沙发上，回想起昨天傍晚还有今早的一幕，我不由得冒出在研发一种新药的想法。出门后的魏微微第一时间解除屏蔽。此时直播间已经有30万人在等着了。粉丝们看到我之后纷纷发起了弹幕：许教授昨晚累坏了吧？这种累哪个男人不愿意？羡慕羡慕。导播间里，小助理看着心情不错的魏微微打趣道：微微姐，你今天气色很好啊，吃了什么大补药了？直播间的观众更是一阵起哄。魏微微没有回答，而是拿起手机又发了条信息：妈，下午你再接下孩子，这2天孩子都住你们那。消息刚发出，老母亲便秒回：你跟许泽怎么了？
是不是吵架了？魏微微俏脸一红回复道，没吵架，就是想让孩子在你那边住2天。听到魏微微这样说，老母亲秒懂了，紧接着信息便发了过来，你年纪不小了，想要2胎就抓点紧。魏微微直接无语了，虽然觉得尴尬，但是还是拿起手机又发了个消息，老公想不想要个儿子？收到消息的我吃了一大惊，你想要2胎了？我想再生一个，这样家里更热闹。看他这样说，我笑着回道，好，那就生。好的老公，那我跟妈说让闺女这几天住他们那边。听他这样说，我一阵身体发虚。好吧。制定完2胎计划后，我拿起手机给姜老打去电话，姜老，你跟张董过来吃点早饭。电话那头的姜老笑道，早饭我们吃过了，我跟张玉现在就去你那，一会见。好的，我应了声就挂了电话。收起手机后，我就到厨房忙活了。过了没多久，姜老和张玉就到了。我泡完茶，看着姜老笑着问道，江月没来？闻言，姜老轻笑，他觉得我们年纪大，跟我吃饭觉得怪怪的，跟她闺蜜玩去了。我顿感无语，我也是年轻人好不啦？此时一旁的张玉笑着插话道，我来之前给沈晓打了电话，他估计一会也就到了。紧接着张玉好奇地问道，许教授，你跟沈晓怎么认识的？我轻笑道，我跟沈晓是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的，他这次来是办公室，顺便来看看我。其实沈晓和张玉一样，都是国内龙头药企的领头羊。我和沈晓相识也是因为我研发的另一款药在沈晓那里生产，只是现在还是保密阶段，我也不能多说。不过这一切等下个月1号就全部公开了。张玉此时也有点疑惑，点点头。他昨天跟沈晓也通了电话，沈晓也说来办公室，顺便拜访许泽，可他总是觉得沈晓怪怪的，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过了大约10分钟，响起了敲门声，应该是沈晓。张玉笑着站了起来，我笑着开了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许教授，好久不见。沈晓神色激动地伸出了右手，因为左手提着2个人参礼盒。我与他握了握手，笑道，是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坐。我刚泡了壶大红袍。沈晓愣了，大红袍，他可只喝过一次，还是沾了别人的光。沈晓与张玉打过招呼后，便看向一旁的姜老，见状我笑道，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武道口大学的校长姜成功，姜老先生。沈晓听后赶紧上前握手，姜老您好，我叫沈晓，西湖药业董事长。姜老微笑着说道，昨天我就从张玉那里知道你了。坐下聊。此刻直播间的粉丝们虽然惊叹，但也没有太过震惊，毕竟许教授攻克了癌症，结交什么董事长也不稀奇。直播画面中，我们4人品尝着大红袍闲聊起来。沈晓看着张玉好奇地问，老张，你跟许教授怎么认识的？张玉轻笑，我跟你一样，也是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的。张玉也没有告诉沈晓真正的原因，原因很简单，在没有上级的同意之前，半个字也不能透露。沈晓点头，昨晚我跟你说，我跟许教授是在宴会上认识的，其实那是骗你的。闻言，张玉眉头微皱，你骗我干嘛？紧接着沈晓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因为我签了保密协议，有关许教授的事情，我半个字都不能透露。不过嘛，沈董，沈晓话音未落便被我直接打断。下一秒，沈晓见我皱眉不由一愣，什么情况？许教授好像一点不知情的样子。其实昨晚8点多的时候，沈晓接到了上级电话，说几年前的保密协议已经结束，可以对外说了，上级都没意见。许教授怎么还？难道上级还没来得及通知许教授？一旁的张玉跟姜老听到沈晓说保密协议，又看到我神色严肃，2人立刻就想到了什么。沈晓签了跟许教授有关的保密协议，沈晓是西湖药业的董事长，而这几年西湖药业正在批量生产2种震惊世界的药物，一个是预防艾滋病毒的疫苗，另一个是治愈艾滋的特效药。这2种药物的研发者还没有公开，难道是？姜老和张玉想到这，心脏狠狠一颤。如果是这样，许教授未免太可怕了。2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沈晓，虽然他们很好奇，但他们明白若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桩麻烦。沈晓这时还有点愣神，他不确定地看了看我，许教授，您还没有接到通知？我听后眉头微皱，通知？昨天我倒是接到了一个通知，可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沈晓看到我的反应，确定了我还不知情，便直接说道，昨晚8点，我接到上级电话，说您攻克艾滋的事情可以公布了，以前的保密协议到此为止。沈晓的话犹如一道惊雷在姜老和张玉耳边炸响，什么？攻克艾滋的竟然也是许泽？此刻的直播间里，弹幕满天飞，无数粉丝都被沈晓的话震得头皮发麻。要知道，艾滋病和癌症都是世界难题，癌症还好些，起码早期和中期癌症还有几率治愈，哪怕晚期癌症也有可能发生奇迹。艾滋则完全不同，艾滋病毒是最原始、最简单的病毒，也正因此，所以艾滋病毒有无限复制变异的可能。在过去也出现过200多种艾滋疫苗，可临床试验后都以失败告终。3年前，龙国正式公布一个重磅消息，艾滋被完全攻克。起初还有很多人质疑，可在后面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被治愈，质疑的声音已逐渐消失。尼玛，要不要这么劲爆？艾滋也是许教授攻克的，我靠，太牛逼了！卧槽，我头皮发麻，世界上真有这么厉害的人吗？导播间里，小助理跟导演也震惊的头皮发麻，许泽厉害的太过分了，魏微微的嘴就一直没合上过。一旁的导演已经在上网查询，他主要查的沈晓的身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沈晓是西湖药业的掌门人。又查了一下，艾滋疫苗和特效药就是在西湖药业生产的，并且网上的沈晓照片跟直播间里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艾滋真的是许泽攻克的。张导对直播间的粉丝说道，我查了沈晓的资料，他确实是西湖药业的董事长，艾滋疫苗和特效药也是西湖药业生产的，也就是说艾滋
真的是许泽攻克的，牛逼，我服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许教授的狂热粉，谁敢骂许教授一句，我必追着骂，骂到他嘎，太牛了，我也服了！许教授真是惊世奇才啊！直播间内一条条狂热的弹幕乱飞，直播画面里，姜老和张玉此刻心神震动，姜老颤声道：“许教授，你太厉害了！”此刻姜成功有种彻底被征服的感觉。他虽然是武道口大学的校长，也做出过一定学术贡献，可对比许泽的科研成果，他的贡献简直不值一提。一旁的张玉眼神中也充满了浓浓的崇拜。我见姜老和张玉的样子，心头微汗。你们别这样，淡定，淡定。姜老连连摇头，双手颤抖地握着我的手。我急忙搀扶姜老坐下。姜老，您别太激动，对身体不好。我虽然攻克了艾滋，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我也是在无数前人的基础上才做出来的。真要说起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只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完成了最后一步罢了。姜老听后摇摇头，许教授，您太谦虚了。虽说过去的科研工作者掌握了不少资料，但为什么他们掌握了那么多资料，还是无法攻克艾滋？为什么只有您攻克了艾滋？我竟无言以对。安抚一阵后，姜老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几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这时张玉好奇地看着我，许教授，能说说你攻克艾滋的经历吗？闻言，直播间里70万对耳朵竖了起来。我喝了口茶，悠悠道：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查阅了这方面的资料，然后让人安排了10个患者，我观察他们体内的病毒，发现艾滋病毒的复制速度和变异速度快得超出想象。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到病毒后，就要产生抗原对病毒进行攻击，等抗原产生后，病毒已经变异了，然后恶性循环，后面免疫系统被破坏，反应也越来越慢，而病毒的复制和变异速度还是很快，最后免疫系统彻底沦陷。三人都认真地听着，我也就慢慢地说着，就当闲聊了。总的来说，就是强化人体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识别病毒的速度超过病毒复制变异的速度。当时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研制药物。疫苗的研制思路与研制药物的思路有些不同，艾滋病毒是随机变异，没有规律，当时也是费了很大功夫。许教授，你真是太厉害了！姜老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别这样，我摆手无奈道，不说这些了，聊点其他的。我有点怕了姜老动不动就惊叹的样子。此刻直播间内弹幕又开始涌动，许教授太谦虚了，很难想象攻克2大世界疾病的人这么谦虚，要是我估计狂的没边了。这样的许教授我喜欢，确实谦虚但是有实力的人，他们骨子里还是很傲气的。要是有人说许教授在专业领域不如他，估计许教授的傲气就要显现出来了。牛逼啊，我的哥！话说回来，咱们直播间上百万人，有没有人得过艾滋？就在这时，有些人发起了弹幕，我得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已经治好了，说多了都是泪。10年前我出去玩，遇到一个很主动的美女，我以为桃花运来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女的是艾滋患者，出来报复社会的。如果不是许教授，我这辈子废了。我跟楼上的经历差不多，奉劝大家出门小心点。如果你不是很帅，也不是很有钱，遇到一个认识不久就对你很主动的女人，真的要当心，切记。不过现在艾滋能治愈了，倒也无所谓了。你们还算好的，我更惨。我去网吧玩，刚坐下就感觉被什么东西扎了，站起来才看到一个带血的针头。直播间百万人忽然安静下来，一个个看着那些得过艾滋的人的弹幕，致敬许教授。随着几个人发着致敬的弹幕，一时间很多人跟风，直播间内又开始了刷屏。导播间内，秘书惊叹道：喂喂喂，你老公太厉害了！此刻直播间画面里，姜老的手机突然响了，姜老看了一眼电话，神色严肃地接起了电话。张部长，电话那头的人道：姜校长，4年前你签署的保密协议失效，现在资料可以公开了。姜老听后道：好的，我知道了。姜老刚挂了电话，张玉的手机也响了起来，张玉也一脸严肃地走到一旁接起了电话。过了2分钟，张玉挂了电话后，刚坐在沙发上，我的手机又响了，我看到电话上张部长的备注，随后起身到一旁接了起来。张部长，电话那头的张部长直入主题：许教授，你攻克癌症和艾滋病的事情可以不用保密了。我听后皱眉道：这2件事现在就要正式公开吗？张部长回道：等10月1号正式在媒体上公开。姜老这时看着我，刚刚上级给我打电话说你攻克癌症的事情可以说了，保密协议失效了。一旁的沈晓听后神色猛地一变，震惊地看着姜老：癌症是许教授攻克的？姜老轻笑：许教授攻克癌症，我跟张玉早就知道了，倒是你，要不是你今天来，我恐怕都不知道艾滋是许教授攻克的。此刻直播间的粉丝们也聊了起来，刚刚看到我们3人陆续接到了电话，又听到保密协议之类的，粉丝们都意识到，在这之前许泽的身份是要保密的。导演，你好像摊上大事了，之前许教授没把攻克癌症和艾滋的事情告诉魏微微，估计是因为许教授也签署了保密协议。如今节目组全程直播许教授，确实节目组摊上大事了。话说这种事情导演要判多少年？直播间粉丝们的议论把导演吓得脸色发白，一旁的秘书看到弹幕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刚刚不是说这2件事不需要保密了吗？应该没什么事吧？魏微微见导演和秘书被吓到了，她不由宽慰了一声，实际心里也没底。我出去抽根烟。导演脸色惨白地走出了导播间，点了支烟后打了个电话给投资商，电话那头的投资商秒接电话。导演颤声道：苏总，直播间您有关注吗？苏总语气平淡道：直播间我一直在关注，没什么大事，许教授的事之前属于保密范围，但刚刚不是说了保密协议到此为止，其他的我会解决。导演心里没底地问道：真没事？我们直播了武道口的校长，还有2个国企的董事长。苏总依然平淡的道：这件事我会解决，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张导听了心里还是没底，咬咬牙道：苏总，请您给我个定心丸。电话那头的苏总听后沉默了一会道：这件事是上级允许的，上级想通过直播的方式增加许教授的热度。我明白了，苏总。导演激动的道。苏总提醒道：这件事不要声张，我告诉你是刚刚上级的允许，上级有上级的考虑，我们服从就好。导演神色一震，刚刚苏总得到了上级的允许，那岂不是上级就在苏总身边？导演连忙道：放心，我不会
会告诉任何人，我会好好干的。挂了电话的导演长舒了一口气，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原本的担心也彻底消散了。回到导播间后，秘书一脸担心的看着导演，导演会不会出什么事？导演笑道，我刚给投资商打电话了，苏总说没事，如果许教授的身份不能公开，那我们就完了。既然许教授的事不需要再保密，我们也不会有事。直播画面中，我们4人正边吃边聊，张玉看着我提出了心里的一个疑问，许教授，您接受艾滋项目的时候，是先研制的特效药还是疫苗？张玉的好奇不无道理，正常来说，如果治愈艾滋的药物研制成功了，那疫苗就没必要再研制了。姜老这时也好奇地看着我，我轻笑道，先研制的药物，后研制的疫苗，按道理说研制出了药物就没必要研制疫苗了。我当时想研制疫苗也是想挑战一下，另一方面也是想多赚点钱。多赚钱？姜老跟张玉有些茫然了，凭借治愈药物不是一样能赚钱？一旁的沈晓这时候笑道，你们想一下，当初药物和疫苗上市的情况，当时以艾滋药物难以批量生产为由，药物只能先供应国内，而艾滋疫苗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疫苗可以首先供应全球。姜老和张玉瞬间恍然大悟，当年消息公开后，首先得到的是全世界的质疑，但是随着一例又一例患者被治愈，喷子们也闭上了嘴巴。从那天开始，全世界的人都要求西湖药业大规模生产艾滋药物，而西湖药业直接发布公告，艾滋药物其中几个成分难以提取，无法大规模生产，10年内只供应龙国国内，但是艾滋疫苗可以大批量生产。虽然国外都不信这个说法，但又没什么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艾滋疫苗。也有人见不得龙国赚钱，他们想通过拿到的疫苗进行仿制，可无一例外全部失败。无奈之下，全世界都开始大批量采购艾滋疫苗。姜老和张玉想到当年的事就感到大快人心，此刻直播间的观众也想到了几年前的事情，当年确实爽，西湖药业估计靠艾滋疫苗赚了不少钱，哈哈哈！我想起来后面艾滋疫苗在国内免费，把全世界的人都快气死了。是啊，国内做的确实优秀，15亿支疫苗全部免费。导播间内，导演和秘书也很激动，两人都经历了当年的事情，过人注射疫苗免费，国外得花钱，1000块一支。一旁的魏微微也笑了起来，她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总之就是很爽。直播间内，姜老的张玉同时对沈晓竖起大拇指，这件事做得不错。沈晓摇头一笑，这件事还是许教授拿的主意。我解释道，当初也是看不惯他们，加上他们海外药企的药进入国内更贵，我才把疫苗的价格定在1000元一支。张玉这时好的问道，艾滋疫苗的成本是多少？沈晓听后笑容浓郁的伸出了3个手指头。张玉见状猜测道，30。沈晓点头笑道，成本30，利润970，这么多。姜老震惊地看着沈晓，赚发了。直播间的粉丝听到沈晓的话，一个个震惊的只能说卧槽了，这利润太劲爆了。全世界除了龙国外，还有好几十亿人，这几十亿人哪怕只有1/5的人注射了艾滋疫苗，这都能让西湖药业赚妈了，牛逼，太他妈的绝了。沈董牛掰，沈董再牛也没有许教授牛逼，还是许教授威武。直播间100万观众并非都是龙国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听到我们几人的交谈，脸色瞬间难看。一支疫苗30块的成本，却卖到了1000元，凭借疫苗，西湖药业赚妈了。而西湖药业又是国企，他们心里更难受了。还有一批人更加难受，他们曾经是龙国人，可后来移民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刚移民出去的时候内心骄傲，他们自觉高人一等，他们如今见到曾经被自己抛弃的故乡，如今发展的这么好，他们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就像自己甩了的对象，若干年后发现对方比自己过得还要好一样，那种心情很不是滋味。最可气的是，他们出去后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可世上没有后悔药，他们再也拿不到龙国的身份证，他们就是外国人。对于移民国家的人来说，他们也不是纯粹的，大部分人觉得他们就是外来人口。直播间里，我们边吃边聊，有种越聊越激动的势头。沈晓有些话痨，再加上喝了白酒，话题一打开就成了气氛组。沈晓笑道，前些天我看了统计数据，如今艾滋疫苗已经卖了30亿支，我看卖的也差不多了，市场就这么大，我跟公司高层研讨了，决定停止销售艾滋疫苗，准备着手艾滋药物的销售。张玉好奇的道，艾滋药物打算怎么卖？沈晓轻笑着对众人伸出了1根手指，1盒1万，想要治愈艾滋需要3盒药。一旁的姜老琢磨了会儿道，现在国外那么多人都打了艾滋疫苗，买艾滋药物的估计不多。沈晓点点头，是不会太多，可国外的艾滋数量很多，买的人一样不少。一旁的张玉好奇问道，1盒药物的成本是多少？闻言沈晓轻笑，1盒药的成本也不多，530块。姜老跟张玉听后不由一愣，成本530，售价1万，利润9000多。沈晓见俩人的表情，淡淡笑着道，那些海外药企卖给我们的药利润更高，我们只卖1万1盒，已经很良心了。对了，药物的定价许教授也参与了。听到沈晓的话，我轻笑了笑道，定价最后是我拍板的，卖价虽高，可谁让海外药企卖给我们的药也很贵呢？我是科研工作者，虽然有人说科学本该不分国界，这句话我认同，可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我是科学家，更是龙国的科学家。此刻直播间的粉丝此时一个个不由发起了弹幕，这定价很到位，治愈一个艾滋患者要花3万块钱，这个价位应该还是能勉强接受的。要是我的话，直接定10万1盒药。我想起几年前一件事情，一个海外药企的药成本只有200元，却卖给我们1盒7万多，不就仗着他们的药是唯一，吃定了我们吗？我们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直播间里70万人中也有些不同的声音，有少数的海外人听到艾滋药物成本这么低，偏偏卖价却这么高，一个个感到很愤怒。成本这么低，卖价这么高，科学家攻克了疾病，制造出来的药物
物应该平价才对。对，赞同，药物应该卖到400元一盒还差不多。许多人看到这些反对的声音，一个个不由点进了他们的账号页面，发现都是海外的人，一个个都不由发起弹幕回击。科学是不分国界，可科学加分。许教授是龙国人，卖价1万1盒又怎么了？怎么不想想你们把200块钱成本的药卖到天价呢？就卖1万1盒怎么了？气死你！导播间内导演看到这一幕，直接将那些海外人的账号给拉黑，踢出了直播间。随后说到他们已经被我给拉黑，踢出直播间了。直播间的人听后一个个不乐意了，干嘛把他们踢了？把他们骂一顿，骂爽了再把他们踢了，气死他们！就是，我还没骂够呢。导演你这就不地道了，起码得等我们骂够了吧？那些个鸟人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就说把药物价格降低，他们要是有了特效药，那价格又定的死贵死，这种人就该狠狠骂一顿。此刻直播间画面里，姜老这时举起满满的一杯白酒，来敬我们的许教授，干了这一杯。张玉也举起满满的一杯白酒，干。沈小见到二人要把满满的一杯白酒给干了，一时不由被吓到了，连忙劝阻道：别，白酒劲大，少喝点，少喝点。姜老和张玉听到这话后，不由互相对视了一眼，两人同时冒出吓沈小的念头。我看出了二人的意思，便打算配合一下，于是放下酒杯说道：按杯喝没劲，按瓶吹怎么样？闻言，姜老爽快地笑了起来。行，按瓶吹。张玉也爽快地笑了起来。我要喝个5瓶白酒。沈小听后感到难以置信，这仨人喝多了，吹牛的吧？原来许教授喝多了也会吹牛皮，按瓶吹还是白酒。可谁曾想，下一秒我竟然真的转身去拿了4瓶白酒。沈小吓得脸色微白，可心底里还是有些不信，怎么可能对瓶吹？这可是白酒，尤其是他跟张玉喝过酒，也知道张玉的酒量，要是对瓶喝白酒，张玉就算不进医院也得办残了。更何况刚才就已经喝了1杯多的白酒。此时我跟姜老还有张玉人手1瓶白酒，将瓶盖打开后纷纷看向了一动没动的沈小。张玉看着沈小眉头微挑，你怎么不开酒？沈小见张玉有模有样，好像真要对瓶喝一样，他还是感到有些难以相信，心下不由得怀疑张玉他们是不是故意吓唬自己的。于是沈小将瓶盖拿掉，好，对瓶喝就对瓶喝，干！姜老跟张玉笑了起来，随后直接对瓶吹。这一幕直接把沈小给惊呆了，竟然真的对瓶吹，太疯狂了吧？这可是白酒啊，喝多了容易出事。直播间的观众见到沈小一副惊呆的模样，都不由得笑了起来，笑死了。许教授跟姜老还有张董原来这么好玩，3个人合起伙来吓唬沈董，哈哈哈！沈董还不知道许教授研制出了醒酒胶囊，被吓的样子还挺可爱，优秀啊！原来许教授也喜欢吓唬人，在我以前的印象里，以为科研工作者都是很严肃的人。导播间内的小助理笑看了魏微微一眼，说道：微微姐，姐夫还挺好玩的。魏微微轻笑着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直播间画面里的自己的好老公。直播间画面里，不过1分钟，我们3人就各干了1瓶白酒，将酒瓶放下后，不由都看向了沈小。见状，沈小微汗道：我要是喝了这瓶白酒，尤其是喝得这么急，估计得进医院。听到这话，张玉轻笑，没事，有我呢，我给你打120。闻言，沈小一头黑线，不是应该不劝酒的吗？我可以按着沈小有些为难的样子，不由得笑道：喝吧，正好尝尝我研制出来的醒酒胶囊。醒酒胶囊？沈小听后不由有些懵逼，听这药的名字，好像是能让人快速醒酒。他又看了看姜老跟张玉，他俩一副淡定的模样，看样子肯定知道醒酒胶囊，甚至还服用过解酒胶囊，难怪这么淡定了，难怪敢对瓶吹了。沈小心中微动，醒酒胶囊，许教授还研制出这妖牛比的药物，那倒是想体验一下了。下一秒，沈小仰头直接对瓶吹。见状，我拿出来4粒醒酒胶囊，一人分了1粒，等酒劲上头的时候再吃这药，体验下这药的效果。沈小点点头。过了5分钟，酒劲上来了，并且有种不能再拖下去的感觉，拖得越久越容易出事。4人这时立即服用了1粒醒酒胶囊，又等了10分钟。前5分钟的时候，酒劲越来越大，丝毫没有醒酒的感觉。可从第10分钟开始，身体能清晰地感觉到药物的效果。又过了20分钟，沈小颇为震惊地看着我：许教授，这药的效果太强了。我轻笑道：这药服用后30分钟，差不多就能将体内的酒精消解掉，40分钟内能完全消解体内的酒精。沈小听后心头震撼，这许教授年纪虽不大，可做出来的事情却都很让人吃惊。攻克了癌症，攻克了艾滋，还研制出醒酒胶囊。若是醒酒胶囊能上市，销量绝对很火爆，并且这种药物有长久的持续性。直播间的观众又见证了醒酒胶囊的强大之处，一个个纷纷惊叹，也很期待醒酒胶囊能快点上市。这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市，有了这药就不怕喝酒了。我是做夜场的，做夜场要能喝酒，喝得多就赚得多。要是有了这药，我收入能涨不少。哎，就算上市，估计也要等个1-2年了。另一边，江南市警安局局长办公室里，王志国此刻正在看着直播。前几天上级让他拜访许泽，让他在直播间亮个相，增加下许泽的热度。他当时以为上级是想通过节目直播的方式公开许泽攻克了癌症的身份，没曾想这2天盯着直播，发现许泽竟然这么多成就。他也明白了为什么探索另一半节目才刚刚开始，上级的人就在第一时间知晓了情况。许泽这样的人肯定时刻都会受到保护，许泽的周边绝对有便衣在暗中保护，甚至就连魏微微还有他们的孩子以及许泽的至亲也时刻都在被保护着。王志国唏嘘一声，他想起了几年前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上级主动告诉他癌症是被许泽攻克的，当时是因为许泽要长期居住在江南市，上级在当时给他下了个任务，凡是有关许泽的事，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全力去解决。此刻直播间画面里，我们4人一直聊到下午5点。临走前，姜老看着我问道：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我看着他说道：“明天我老婆不上班，得跟她去老丈人那里。”姜老点点头，原本还想明天再玩一天，既然你有别的事，便算了。随后三人告辞离开，家里一时安静了下来。我想了想，便起身去厨房忙活，要在魏微微回家前做出3个菜，让老婆吃点好的。到了下午5点半的时候，我给魏微微发信息，我点了那家的外卖，把菜热了热，等你到家正好开饭。魏微微收到老公发来的信息，心里不知怎么的，感到很心疼，特别是得知老公攻克了艾滋后，要知道在当年可是谈爱色变，而自己老公为了攻克艾滋，肯定接触了大量的艾滋病毒，若是在接触的过程中不小心被感染了，那就完了。魏微微看着信息，随后回了过去：“好的，老公，我知道了，现在就回去。”收起了手机后，魏微微对导演和小助理说道：“等下我到家就直接停播了。”导演和小助理没有任何意见，而且今天直播间的观众听到魏微微的话，出奇的也没反对，相反还很支持魏微微好好服侍秦教授。哈哈，怎么服侍？魏微微扫了一眼直播间的弹幕，直接无视掉。一晃功夫，魏微微便到了家里。老公，魏微微双目含情的走到我跟前，温柔的双臂环住我的脖子，看着魏微微慢慢靠近，我见状也不由也配合起来。吻了几分钟后，我看着魏微微轻声道：“要不先吃饭？”闻言，魏微微俏脸一红，轻声问道：“那吃完饭呢？”听魏微微这样说，我老脸一红。吃完饭随你。魏微微温柔的嗯了声，随后到厨房将菜端了出来。坐下来后，魏微微夹了片小炒肉放在了我的嘴边。这老婆最近有点不对劲啊，平时亲亲什么的倒也正常，给我夹菜也正常，可直接把菜夹到她嘴边，这已经好久没有过了。我刚吃下一口这小炒肉，接着魏微微又夹了块小炒肉放在了我的嘴边。许泽微汗的看着魏微微：“你把我当小孩子啊？”魏微微听后轻笑起来道：“吃饱了有力气。自家老婆这几天什么情况？就这样光吃饭就吃了半个多小时。”吃好了后，魏微微看着我道：“你先去洗澡，我收拾好也去洗。”许泽去了卧室里的卫生间洗澡，魏微微收拾好碗筷后也去洗了。洗好澡后，魏微微到了储物室，找到了结婚时候穿的婚纱，随后将婚纱穿起，走到了房间里。我看到魏微微穿着婚纱，不由愣了一下。今天也不是结婚纪念日啊，不过很快就明白了。第二天上午9点，我才从床上睁开眼，一醒来魏微微就缠了上来。见状，我无奈笑道：“起来吧，等会儿还得去你爸妈呢。”魏微微红着脸嗯了声。收拾好后，我拿来了一个透明的礼盒，礼盒里是一根野山参，带给你爸妈补补。沈晓昨天来的时候带了2根野山参，我打算1根给老丈人和丈母娘，还有1根留给自己爸妈。魏微微轻笑起来问道：“这山参什么时候买的？”闻言，我神色自然的回道：“昨天买的。”魏微微笑了笑，也没点破，左手提着包包，右手挽着我的胳膊走出家门。上车后，坐在副驾驶的魏微微给导演发了信息：“可以直播了。”过了几秒，直播间多出了一股画面，直播间的观众见到这画面是在车里，看摄像头的位置，好像是把摄像头安装在了魏微微的衣服领上。卧槽，今天户外直播